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幸福生涯第15季第19集。全家人观看嫁入豪门，这节目请了一个亿万富翁和5位美女，像皇帝选秀一样，富翁可以决定女孩的去留，留下女孩就可以在私人岛屿上与她共度良宵。不料进阶女孩也没捞到好处，因为他们都被骗了。这其实是半个岛。面对女孩们的不幸遭遇，大们都讨论了起来。只是辛巴马上让他们闭嘴，说广告要开始了，还真是个电视的忠实爱好者。作为一个吃货，这广告对辛巴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上面说只要能从产品包装盒里找到金券，就能去参加制作培根的工厂，有机会了解如何将可爱的猪猪变成美味的食物。辛巴自然心动不已，马上就动身去快买超市寻找金券了。阿普看他购买了这么多慢性自杀培根，就建议辛巴，如果真想死，买旁边2块1磅的枪更划算。辛巴表示他只是在找里面金券，他撕开几袋包装，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了一张，活着只是张银券，但也不错了，可以去给镇上举办的猪猪大赛当评委。全家人一起来到春田集市，这里人山人海，十分热闹。不仅有最大蔬菜的比赛，还有乐队演出，他们对于美国的歌颂还是很洗脑的。别的不说，辛巴又至少买了几十张专辑。接下来就猪猪大赛了，为能将自家猪猪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，各位饲养员也是各显神通了，有给牙齿涂凡士林的，还有把尾巴夹卷的，甚至还有给猪猪化妆的。趁辛巴忙着给猪猪打分，辛巴带孩子们准备去观看辛小妹的表演。她参加了餐具摆放竞赛，辛小妹的对手有那个乡下妇人和阿可。那个妇人自不宜多说，有什么餐具摆什么，阿可则把比赛当作另一个搞笑的场所。辛小妹的作品就正常多了，还有一个主题，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。台桌上摆放了音叉、香槟、酒杯以及筷子，还有甜点，准备是爵士乐歌手雕塑果冻。本以为他胜利应该是手到擒来，没想到这评委竟然说他作品像驴屁股一样糟糕，唯一正确是就将餐具放在桌子上。这位评委看起来很喜欢欺负小姑娘，言语侮辱还不够，用手晃辛小妹的桌子，直到上面的东西全都掉在地上。隔壁的辛巴刚好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作为一个宠女狂魔，怎么能忍受别人这么欺负女儿？他正要冲上去的时候，脑海中想起来警长的话，再犯伤害罪你可就完了。为了不被抓住，辛巴想个2全其美的办法，那就是伪装。他偷走了一些布料、围裙和派，在裁判已经得意忘形到开箱欢庆之时，他头戴面具，手持派，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他对裁判说：“你激怒了内心的小恶魔。”然后就让派砸在他的脸上。看他那狼狈的样子，所有人都笑了起来。裁判也直接在人们的嘲笑声中落荒而逃。大家都对辛巴的行为赞叹不已，虽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觉得他维护世间的正义。辛小妹正好想感谢这位神秘人，不曾想他已经不见了。辛巴到了此时回来了，听到还有人询问会不会再见到那个伪装者，辛巴坚定地说：“一旦人们受到不公对待，派派侠就会现身。”这天，辛巴发现辛小妹在画派派侠，虽说得到女儿的崇拜是件好事，可是这画中人穿的衣服也太紧身了。这时，小新一脸惆怅走了过来，一问才知道漫画男逼他买了好些漫画，说要把他们弄脏了，其实就是想处理滞销货。听说朕这么嚣张，辛巴知道是派侠出场的时候了。他来到地下室，给自己量身定做一套超人服，好像也不是很合身，连肚子都兜不住。漫画男还在继续欺负人傻钱多的孩子们，你卖给我的根本就不是神奇四侠，而是神奇地板，不好意思，概不退款。这时派侠推开了店门，他又留下了一句经典台词：如果没本事就别犯事。然后将派拍在漫画男脸上，就飞速离开了。刚好此时尼切尔尼克尔斯走了进来，漫画男还以为自己的设计被采纳了，没想到人家是在跟新纪一样的导演说话，而且表示绝不会跟满脸挂派的人约会。这一通羞辱直接让漫画男逃回了里间。派派侠这一操作直接拉满了小朋友们的好感度，派派侠的一举上了报纸。辛妈说光看轮廓就知道这人十分英俊，他还猜测这人就是弗兰德。辛巴听到这话差点没跳起来，他那么娘哪里比得上我？对上家人们怀疑的目光，他又马上否认，我是说派派侠，我不是派派侠。派派侠的光辉事迹上了新闻，还被誉为正义之剑，包括孩子们爱戴的阿可在内，因为节目质量下降也受到他的制裁。为了防止民众模仿他杂派行为，警方还组织了以派换枪的活动。媒体预测派派侠下个目标是春田儿童医院，因为医院驱逐了所有患病儿童，只为打造整容诊所。警方已经埋伏在医院周围了，就等派派侠现身。虽然派派侠制裁都是坏蛋，但警长觉得他不应该和警察抢饭碗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将这位人民英雄缉拿归案。就在市长将剪彩的时候，派侠果然出现了。发现此处有埋伏后，他用派打开了滑轮，挡到一旁的楼梯上。饶是跑得再快，肩膀还是中了一枪。慌乱之中，辛巴跑进一条小巷，没想到后面人也跟着跑了进来，眼见他就要被万人践踏了，一只手将他拉了起来。回头一看，竟是派派侠。他撅着嘴就要向辛巴讨一个香吻。作为一位已婚妇女，辛巴原想拒绝，不想派侠将他拉了回来，两人就亲吻了起来。辛巴回味了一下，感觉既刺激又熟悉，带着微醺的感觉。他冒着大雨也要慌慌的回家了。辛巴比妻子先一步到家，他拿出抽屉里的刀
刀，就开始取子弹。好家伙，这条真汉子真就让他给挑出来了，子弹滚落，跑到了辛小妹的脚边。想要骗过这小姑娘可不容易，见实在瞒不住，辛巴就将女儿带到了地下室。小妹早知道爸爸就是派派侠，这次来找他也是劝他不要再这样了，否则一定会被警察杀死的。看着女儿那期盼的眼神，辛巴答应收手了。不过冰箱还有很多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英雄当久了，辛巴都忘记派原本的作用了，这些食物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。这天，辛巴到公司正常上班，没想到刚坐下就被秃头告知迟到了，还说要扣掉辛巴一天的薪水。愤怒之下，辛巴又打算重操旧业，可看到女儿的照片时，他还是忍住了。思量了半天，他还是将派放了回去。我会信守承诺的，宝贝。话音刚落，秃头就出现在大屏幕上，让他不忍看家人的照片。好家伙，这双眼睛又盯着他一个人了。午餐时间，秃头在食堂鞭打员工，让他们抓紧时间干饭，别浪费上班时间。老板现在已经不把员工当人了，莱尼尔卡尔只盼望着能有超人来拯救自己。辛巴回望着橱窗里的派们，有的说用我砸他吧，又有的说用我时间久已经变质了，但还有的说别这么做，你答应过女儿。面对他们的众说纷纭，辛巴陷入了沉思。休息时间，员工们都在浴室洗澡，不料刚打出泡沫，水又停了。原来是秃头命令关闭了阀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卖掉所有员工的衣服。就在秃头万分嘚瑟之时，派派侠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让我来杀杀你的威风吧。将派按在秃头脸上，辛巴就离开了。他这次的逃亡并不顺利，不仅因为秃头有全方位的监控，还因为这货自投罗网，睡在秃头的办公室。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秃头的员工监狱里了。为了能够当面侮辱，秃头还耐心等他醒来，才揭下了面具。看是辛巴后，秃头并没有按照原计划扔他去喂老鼠，而是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，让作为派派侠辛巴为自己工作。如果他不答应，秃头就会立刻报警，那么辛巴将会面临无穷无尽的社区服务。在这样的威胁之下，对女儿的承诺也只能先放了。为测他是否忠诚，秃头先让他用派来砸自己。辛巴心里建设了好一会儿，终究还对自己下手了。因为秃头的事，辛巴一直很不安，他总是不自觉就会想到派派侠。巧了不是，辛巴也在想派派侠。看那满面春风的样子，不用说，辛巴把自己给绿了。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辛巴问妻子，如果派派侠迫于老板的威胁向好人砸派怎么办？辛巴也严肃了起来，不管派派侠是谁，他都不应该向要挟屈服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第二天，秃头别墅前来个童子军小女孩，她静静等待着好心人买饼干，可惜她的盼望落空了，还被砸了一个派。没过多久，辛巴又收到了第二个目标，佛教领袖，他将在春田镇举行演说。作为一个佛教徒，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辛小妹。辛巴看到女儿还是主持人，马上就犹豫了，不料一转头又撞见了秃头。他可不会给辛巴后悔的机会，砸他，不然你的秘密将会被公之于众。这位佛教圣人刚出场就被辛巴给盯上了，然而手中的派还没有砸出，辛小妹就出言制住了他。辛巴知道想要摆脱噩梦，就只有一种办法了，那就由自己将身份告诉大家。没想到人们看到辛巴是派派侠，纷纷表示不相信，他们认为辛巴脑子里只有吃，根本不可能砸派。还有的说辛巴就个笨蛋，而且派派侠不仅会飞，还会喷酸液，不管别人怎么不信，辛小妹是知道真相的。在他看来，爸爸确实创造了一位超凡英雄。辛巴也不想与人计较，摆脱身份的压力，他只想做一个爱女儿的父亲。这位佛教圣人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，举起手朝天窗飞走了。其实还有一个相信辛巴是派派侠的人，那就是辛妈，并不只是因为那个吻，而他知道这个人除了会是自己的丈夫，再找不出其他。辛妈很高兴，他打开心结，还让辛巴展示自己的超能力。转眼就见他左手国旗，右手派站在屋顶，正义在哪里遭受玷污，我就会在哪里出现。这时小新也爬了上来，表示派派侠所在地方也一定会出现纸杯蛋糕小小侠。对于父子俩这有些中二的行为，辛妈表示，既然你们俩已经上去了，就顺手把屋檐的杂草拔干净吧。本集致敬2002年美国电影《蜘蛛侠》，讲述了一名名叫帕克的学生被一只转基因蜘蛛咬到以后，拥有了超人的力量，从此发誓要用他超能力与犯罪行为对抗的故事。辛巴并没有帕克那样的超能力，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源自内心的浩然正气。他比起超人，更像是属于普通人自己的英雄。当作为人的时候，他有弱点，会害怕，而戴上超能面具，他就能够一往无前。其实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平民英雄，他们平时也只是爸爸妈妈、儿子、女儿，可当疫情来临，他们就变成了白衣天使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不可能都成为英雄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尊重和爱戴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